那么回到当前这个项目里边，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动画，那么我们也制作好了这个动画相应需要的状态机。我们现在要实现如何从我们的 idle 动作切换到我们的奔跑动作需要在我们代码里面来实现。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当前这个状态机拖进来，当前这个 animation tree 节点拖进来。拖进来之后呢，我们实际要去控制的是它内部的动画状态机。动画状态机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这里依然是给自己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上，或者是手机 APP 里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加入成为我的铁杆粉丝。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继续来看我们这一期的效果。在这个位置获取到它它有个 playback。而我们在帮助里边当我们搜索 animation node 一个状态机的时候，那么它这个地方会告诉我们带有多个 animation node 的状态机可以用于我们 animation tree。而这下面也有一个示例的用法，就是通过获取我们当前这个 animation tree 身上的这个属性，就可以获取到这个状态机。之后调用当前这个状态机的状态切换方法，就可以指定切换到具体的某一个状态上。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实际的去编码。在这个位置按照示例里面说的，我们可以获取这个状态机，通过这个 animation tree 来获取它的属性。它的什么属性呢？这个属性。那么我们已知它是一个 animation node 状态机，应该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地方完成状态的切换。比如在这个位置，我们判断了 x 方向上的属性，就是 x 方向上的速度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我们让它切换到奔跑，否则切换回 idle 运行。这个地方他说我当前尝试在一个为空的节点身上调用 get 方法，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 animation tree 节点是在 onReady 的时候才赋值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下面这个属性让它也在 onReady 的时候赋值。现在呢，当我奔跑起来的时候，发现它好像依然没有切换到奔跑动作为什么呢？在场景里面选择 animation tree 节点，发现当前这个 animation tree 处于非激活的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勾选它的 active 属性将它激活之后回到场景里面来尝试移动。移动的时候发现它移动的动作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因为当前 animation tree 是一个播放状态，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 animation player 本身也是一个 active 状态，两者呢存在冲突。因此我们在游戏运行起来之后，只让 animation tree 来控制这个节点，它就可以移动了。大家看到了吗？这样呢，我当前这个节点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移动的动作了。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跳跃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播放跳跃相关的动作。那么这里我们要如何实现呢？要实现这个跳跃动作也很简单。那这里呢，我们不打算在状态机里边再添加新的跳跃状态，再添加一个下落状态。这种方式呢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更高级的用法，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混合空间，一个一维的混合空间，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做移动。之后我们编辑它，在这个里边添加几个点，代表的是我当前 y 方向上的速度。如果我 y 方向上的速度为0，那么我们正常的播放这个移动动作。如果它在 y 方向上速度是小于0的是这个小于0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添加一个 jump。如果是大于0的，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动作是一个下落动作。这样点里面选择当前这个 move 节点，然后跳到这个 move 节点内部预览一下，这个是向上跳，这一侧是向下落。回到根节点，删除我们原来的这个 run 节点 idle 改一下是大写的 idle。之后呢，让这个 idle 和 move 之间连接。但是注意它现在开始频繁闪烁的原因是我们依然要让它移动的模式改为手动，需要开发者来切换这样的方式。好，回到代码里边看一下，我们在一个地方，在合适的地方去调整它。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改它，那在哪随便吧，就在这里吧。完成赋值的操作，选择我们当前它的 animation tree
它身上的 get， 它身上的某一个属性，这个属性需要在 animation tree 这个位置找到这个 move 移动，复制它，复制这个属性的路径，给它进行赋值，赋值它等于我们当前速度的 y 方向上的速度。但是这个 get 啊不能进行赋值，我们要给它赋值的，还一同访问一个字典一样去访问它，传进来一个 key， 获取对应的 value， 然后给这个 value 进行赋值，我们再去运行它。当我点击鼠标左键向上，然后向下落，向上向下，目前看起来似乎没有生效。再切换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位置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我们 x 轴方向上有速度的时候，才切换了两者。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给它改一下，如果这个速度不为空，不为 zero， 注意啊，这里我们指的可不是单纯的 x 方向上了，而是 x 或 y 都包括。再去运行它，跳起来下落，跳起来下落，它似乎没有切换，没关系，切到我们场景的根节点，选择这个 animation tree 来看一下，这个值是正常赋值了的。但是呢，我当前似乎没有切换到这个 rem，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名字已经改了，它叫做 move， 而下面这个呢也是一个 idle， 改完名字之后啊，没有及时的处理这个位置，也许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跳跃跳下，跳跃跳下，这样就可以了。它现在满足我们希望满足的关于跳跃的、关于移动的动画的正常播放效果。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目前的实现方式是否满意？当然了，我们审视这个代码的时候，你会发现似乎现在还会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还有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改这个地方吧。我们可以希望它要么是1，要么是0，要么是-1不需要是0点几这种属性、这种数值。因此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函数。给它一个取整的函数，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呢？如果 x 为负，那么则返回-1；如果为正，返回1；如果为0，则返回0。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很巧妙地实现我们 animation tree 内部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1、0和1三个值，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吧？那我们再去运行它，发现可能跟刚才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个更稳妥的处理方式。OK， 那当前我们就实现了对于当前动画状态机的调整修改。在下一期里边，我们要继续的去实现它实现什么呢？就是关于2段跳的实现。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加油，拜拜。